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我是 Sam， 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雅马哈的综合扩音机 AS1200。OK， 好，那就是我是旁白 Alan， 就是我们今天一样会用一个比较，这叫音响公道博的系列啦，就比较闲聊啦，因为其实以往的大家看扩大机的开箱，可能会觉得就是可能会很像做科学频道，就是它的瓦数机啊，还有什么那个电路啊，然后会有什么 effect 啊，这个出来数据怎么样啊，这样子，就是当然。音响它是一个机器嘛，讲规格讲 spec， 我觉得是没有错啦。但是有时候它就对，但是音乐又不太，就是音乐也不是那么的理性，所以有时候搭配还是蛮重要的。这样对。好，那对，所以我们从就回归到这个雅马哈的这个 AS100， 那摄影跟大家讲一下它这个系列，然后它的一些规格吧，这样子。系列来讲的话，其实这个我手头上现在大家所看到的 AS1200， 其实是在这个系列最入门阶的。那它上面还有两台，一个是 AS2200 跟3200，那3200是它的旗舰版。那如果以 spec 来讲的话，1200跟2200瓦数上都没有差异性，都是每升到90瓦。那3200的话，它会稍微大瓦数一点，我没记错，好像是110瓦的样子，110还是115瓦？我们直接把 spec 打出来会比较快。主要跟1200跟2200上的差异性，就是它后方或220会多一个 XLR 的这个输入源，那1200是没有的，它是就纯 RCA 的输入。然后这是一台纯类比的扩大机，它是没有 digital 的 input， 就是没有 RCA， 没有optical， 没有光纤输入，这都没有，都只有纯类比的输入的一台扩大机这样。就是现在其实很多做那种串流扩大机 all in one 的，那对，那这一台是属于它的 A 系列，好像也因为这样，所以叫 AAS 吧，就 Analog 的 Series， 是不是这样子？应该是啊，应该是。是，那这种其实外观来讲，就是很经典的那种日系机器的造型。其实我还蛮喜欢它，就是这个表头，就是很 classic， 就是 VU 表头嘛。对，我觉得 VU 表头就是大家想起扩大机，其实很多牌都有做啦。所以日系的很多啦，欧美也有，就是 M 牌的啦，然后其实很多大牌都有做，那只是入门的，就是这个价位的很少，可能10万以下的价位很少去做这个表头 UV 表头给你看，因为这做工要比较精细啊，所以可能比较少有。的确是10万以下，好像做 VU 表头好像真的没几家啊，我想不到，我暂时想不到。我也好像想不到，可能也是 VU 表头比较 old school， 比较不流行，对，也有可能。可是你看个人，有些人很像我就觉得，这种 old school 的东西我很喜欢，就是很 classic 的东西我很喜欢，就是你就很开心的看，一直在转来，就一直打来打去，这样好像很开心这样子。那前面还有做什么旋钮啊？我记得它前面有做。前面的话，其实它这里这一排电源开关啦。关电开电关，然后它有 speaker 的分类 A、B 组，然后 A 加 B， 然后UV 表它摆动的方式，然后它有一个 EQ bass 跟treble， 然后还有左右 balance， 然后输入源切换跟 volume control。balance 的话常用吗？摆位应该会常用，因为居家空间有时候喇叭对不好摆。对，其实我觉得常用的话，这几组的旋钮，我觉得最常用，搞不好就是我觉得 balance 说不定是最常用的，因为摆位不太好调。对，可是你这些其实都是你一次性的，有可能是你听不同的喇叭，那个 EQ 可能会调整一下。你会调 EQ 吗？就是对于这种就有些发烧友会觉得他不喜欢调。我会，其实我会调。看喇叭的属性，因为有些喇叭，因为我扩大机都买了，那喇叭讲真的，有些喇叭的特性不一定跟这个用最可能bypass的方式去出来的声音，它是没有那么的好听，因为它这个 EQ 的 nerf， 无论是 nerf 或是 buff， 它其实我觉得对一些声音的调整是蛮不错，因为我自己也有调过。自己有调过，对，因为它算是
它有一个叫做三音并联的一个 EQ 的方式，它当你在转动它的时候，它其实走另外一条 signal path 去出来的。哦，我好像有看到它的 spec 有讲说，就是它如果你持平是如果在0档位的话，其实它是没有过这个。对，它是用另外一个独立的讯号直通的意思，对，直通的意思去有调才有动，就对了。对，有调才有动。哦，那其实是那它的 range， 你觉得调整 range 算大吗？以它的，我觉得算普通，没有到真的加很多。就是算是一个微幅的调整，算是微幅的调整，这样。对。就是我一直很好奇说 EQ， 就是一般人的确很多发烧会觉得说买扩大器，就是你一开始买合就好了，那要这个 EQ 功能干嘛？但是我看到其实日系的就大家都会做。其实你看高档的欧美系列，你看Macintosh AM 牌的，其实它也有做，其实。也不一定高等级的也有做到这个 EQ 的功能。其实有些甚至于它是做的很细的，可能它是用 Hertz 去分的 EQ、也有那么多段数。有，你转头看一下你后面那台就有。好，了解。对，所以就是那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实用的功能吗？习惯，我觉得习惯，因为有些人他是喜欢听比较单纯，就是比较自然这对喇叭本身的一个音色，他不喜欢过多的加所谓的调味料进去。可是就像我刚刚说嘛，就吃东西嘛，就不一定是没有加就好吃啊，就是可能太淡了，没有什么味，你知道吗？哦，我懂意思。对，而且它这个增幅也是经过它里面的 EQ 去做调整，所以我觉得那个增幅是不会让喇叭变得难听的。OK， 所以 EQ， 然后有左右声道的 balance， 然后左右声道 balance， 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实用的功能啦，因为居家空间有时候喇叭位置是没办法调的这样子，有时候是这样子，应该算吧？我觉得这个算实用啦，就你对算实用，因为不可能喇叭可以随便摆的客人不多吧？就是我觉得如果以这一台扩大器，我觉得前面这个旋钮可以拿来跟大家讲的最实用的功能应该是 Speaker AB。Speaker AB 吗？我觉得是 Speaker AB， 因为有些客人就是他可能会有2组的喇叭，他不一定，他可能一组我是要来听交响的，一组是拿来听人声的。我懂意思，就是它可能有2组不同的喇叭，又再者这一台扩大器其实它有这个main direct 的功能，就是它可以直进 bypass， 就是直进后级的功能。所以可能我前面这一对 maybe 我用这一台是我要卡拉 OK 唱卡拉 OK 有没有？我唱卡拉 OK。哦，对，如果是卡拉 OK 就很实用。对，它可能就一对是唱卡拉 OK， 一对是那个听音乐用的，或者是看电影用的，那它的 AB 组就很实用，你可能就很常会调动它。哦，因为卡拉 OK 的确，因为卡拉 OK 大家想到卡拉 OK， 可能一般就觉得卡拉 OK 跨机都是很，但是如果你卡拉 OK 跨机用这个 AS120，对，就是好像就其实不一定要买。卡拉 OK 那种综合型啊，你可以买一个好一点的点歌机，然后搭一个混音器，混音器就有 effect， 然后你混音器再用这个哦，因为 AB 喇叭的话就可以切换了这样子。对啊，你就可以用它直通的 source， 然后去切 AB 组去做切换。哦，所以就是可以做一个，那这样想想，好像 AB 组就真的是很厉害，还蛮适用的。而且我觉得其实现在做百万的扩大器也蛮多的，可是低价位的也都那几台而已啦。而且我觉得它百万的算是接头又做得很扎实。哦，那说到接头要看一下后面，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看不到后面，所以大概要跟大家讲一下，待会可能会跟大家会特写啦，但是你输入源你要先大家跟讲一下，这样有哪些输入源这样。然后就是它有2个 binding post， 我是觉得做工也不错。然后2200跟3200它是用那个aluminum， 就是用铝合金，这个是用黄铜去做的。所以我觉得我看质感，我看过，我觉得质感在这个价位感觉也算不错。而且我觉得它这个 volume control 蛮特别的，就是你看我现在用这个遥控器去转动它，用它会旋钮会动，我知道。对，它旋钮会动。然后你在扭这个旋钮，或是你去用它这一些，无论是旋钮，
或是你切这个档位、输入源档位的时候，你是感觉它整个做工很扎实，就不是那一种就是松松垮垮，或对，者是然后给你一种很低，就是很廉价的感觉，它不会有这种感觉，就它会有一种这个人真的就很 high end， 就是很 luxury 的那种感觉，就用起来就觉得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东西，就是日本人的感觉，就日本人做事的感觉的样子。可是我是觉得这一台，像我刚刚已经到现在都开机的状态的话，现在上面有点热，就是因为毕竟它是 AB 类，可是机器有温度是好事，没有温度声音不好听。热机温度比较好听，我觉得有温度难免，像 D 类的那种也是会有温度，就是对，跟 AB 类温度更强，就是更有感觉。所以你如果要买这种 AB 类扩大器，可能要有一点空间给它散热。好，那后面接头有几组类比输入啊，然后还有 NN 跟 NC 嘛。后面的话，其实它有一组 Phono 是拨感是 MMMC， 是，然后有一个接地，然后它有1、2、3、4组的RCA input。然后还有一组 pre-out 跟一个main in， 它的 main in 就是我刚刚说的 direct， 就是它可以 bypass 前期直接进后期。就是像有些会叫这个，有一些会叫什么？有些扩大机叫做那个 surround 啊，有些写 surround 就直接写 surround，对像 Burmester 就直接写 surround。是，还有反正它就有一个，它的意思就是说环绕扩大机就是可以直接过到。对，它就是跟你的剧院结合了啦。就等于说，我平常如果真的要听剧院的话，等于说我的环扩跟我的重扩都要开。那如果你在听量声大，我们就直接只开这一台接 CD 就可以听。对，就有点像知道这个功能，就等于说它的应该说那个接孔就直接接到它扩大机的后级的部分。没错，它有 bypass 到它的前级。对，然后变成说，假如说你接环绕扩大机的时候，环绕扩大机做一个前级输出，然后接到 AS1200 的后级，那这样你就是可以等于用比那种环扩的扩大机还好的功能去推你的主喇叭。对，没错。就等于说你在听剧院的时候，它等于是你主喇叭的后级。对，没错，就是反正就是一个搭配啦，就是。说真的，这功能算实用，一定是实用，但是现在扩大机也的确越来越少做。我看到好像你说bypass吗？对，我现在看那种比较少，入门的 All-in-One 就是中价位的也好少做。对，我觉得你就当然你要接还是可以接啦，可是你那个 volume control 就很麻烦，我知道，因为你就等于说你经过了2段的放大嘛，因为我的环扩已经前后期放大过一次了，然后我前期放大过一次，在 pre-out 到可能是那种 all-in-one 的重扩，它的前期又再放大一次，那你这2个 volume 当中的平衡就很重要不然那个失真就很大。好啊，那其实我们这台扩大机的外观跟接头，其实大概一个纯类比的扩大机大概就是这样就结束了啦。对啊，其实有一些特别的啦，像是它有一个 auto standby 的拨感在后面，然后它也有这个 trigger in trigger out 12伏的 trigger in 联动的12伏的联动。对。auto standby 我觉得这也算还好啦，就是 standby 功能算是一般，其实做扩大机都会有做的一个方便性的功能。对，那当然它电路还有什么？我记得它看有什么绝缘的设计，就是你说它日系，它有特别做一个内壳去把这个绝缘做起来。屏蔽是不是？对，它有做一个双重的机壳去把这个电路板架起来，让它的绝缘做得更好，这样子。就是一些内部电路的部分，然后对，好像日系机器你说它接地都是不做这样子，因为日系的它是2pin的，它没有做接地的啊。了解。对，那其实也大概硬体的 spec 部分也就这样了，剩下其实就听感的部分。那对这一台你有搭，就是你自己听下来的感觉，就是你觉得它搭喇叭，你会推荐价位喇叭的搭配呢，或者是或者目前你觉得它配哪些喇叭你觉得 OK， 配哪些喇叭你觉得可能就稍微吃力一点之类的这样子。我自己其实拿它听过蛮多的喇叭的，在我们店里面，比如说Focal 的、Wolfcell 的，然后 Mission 的，然后想一下还有 Piega 的，是，其实都拿来推过。那包括那个 Sonos Fiber 的，我也有拿来推过。Sonos Fiber 就是 Sonos Fiber 的那个这个什么 Vanilla 3.0是。对，那推起来其实
我只能说它绝大部分的喇叭其实都推得动，只是在于说推得好听与不好听。就像我如果拿来推 Focal， 比如说30周年的 886W， 我觉得是推的还蛮不错的。你说推到它的极限吗？我也不敢说它是推到极限，可是推起来整个感觉我觉得是不错，就是听起来听感，它整个细节都有出来啊，能够把它单体完全推出来，就是那个细节都有推出来，音乐的细节都有推出来。那再往下的话是 Wolfdale 的 12.4 跟那个 EVO 4.4。那这2台我是完全觉得它已经能够把它驾驭得很好，而且我觉得这一台扩拉机它的操控性很好，就是它不会让它很飘，就是它的我不知道这样讲听不听懂，就是很飘。对，它的操控性我觉得是算是很稳扎稳打的，就是让整个喇叭的推动是很稳健的，就是它不会是很飘，只是节相不好嘛，立体感不好，或者是觉得低频，我不知道，因为操控性问题就是，就算我在大音压的状态下，它依然能够保持声音的稳定度。哦，那这样你懂我意思？就是有些扩拉机可能开，就是音压大跟音压小的音色，可能开始会跑。对，可能你会听到那个人声有点抖，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操控力就不是很好。可是我觉得雅马哈这台操控性非常好，就是它就算在大音压的推动下，它的声音可以保持其实蛮稳定的一个输出的品质。它对喇叭的操控性啊，对，它对喇叭不是在讲说它本体的什么操控很便利的对，这个意思。可能我讲操控性的意思大家不太了解，就是我所谓的操控性可能是在大音压的输出之下，这个它对喇叭的操控性是很高的，就是不会让它飘飘的这样子，就是声音颤抖这样。就是对，假如说是5-6万块喇叭，基本上你遇到这一台应该就是顶天的，就是对。我觉得5-6万块用它，搞不好不用，搞不好可能用他牌的，可能 maybe 用别牌的扩拉机已经推得很好了。像一些 Wolfdale 的入门书架，我可能会推荐客人买他牌的一样是2声道重扩的这个一样有白瓦的设计的，是就可能价位没那么高了。但是它10万以下还是算一个，因为旗舰的机器也要10万以下，其实外观要精致，然后声音，因为哈妞还有说它这个电路是其实参考真空管扩拉机的电路，那你听起来你觉得有像吗？就是整个有那么暖吗？这样子？有像，可是没有到，因为有些管机它的管味很重，就是很暖。它不是很暖的那一种，它是偏暖，可是它不是很暖的那一种。我觉得一贯我对雅马哈扩拉机的一个认知啊，无论是到环扩还是重扩，我觉得它都是偏向于走向一个自然的声音，就是它偏自然的声音，它不算是有一个比较有 character， 就是它没有那么有冷暖声特色太大的一个，没有到真的暖到管味很重那一种，没有。是对，它不可能有管味，因为它不是管机啦。第一，我理解。对。那说到这个，你有遇过消费者，就是好像有些人他会买音响的时候会自动的忽略雅马哈这个品牌，因为他可能就觉得说雅马哈做钢琴的，我觉得也不是，他就觉得说雅马哈好像就是就是雅马哈是有点，大家可能觉得雅马哈中庸嘛，就是他可能很常看到它，所以觉得它是一个中庸的选择。这样，那对于这点你怎么去想？就是其实我觉得从这台1200上面，我觉得那好像看起来又不是那么一回事。就是你说要找一个这个价位有那么精致的机器，我这么说，雅马哈这个品牌，其实我一直对它的定位就是有点是台湾很喜欢的那句话叫便宜又大碗。我觉得啦。因为它的品质，无论是它的环扩，无论是它的重扩，我觉得它给我的感觉是它的稳定度很高。这是第一，良率很高，它不会像很多品牌，它可能用个1年2年开始一直跳故障，一直有问题。那这也是我对它产品的一个信心，就是我卖这个雅马哈的品牌，其实也蛮长一段时间。
那我觉得客人的回馈也好，自己因为我们做店家的，我也不希望一直为客人跑服务，可能一天这个客人昨天才跟我说机子有问题，今天又打来，那我是店家，这也是给我添麻烦，所以一个品牌它的稳定度对我来讲是很重要。那我去卖雅马哈机子，我可以很放心的跟客人讲说，这台机子绝对没问题。就它品质的保证，我觉得做得很好。你先不管它声音好不好听，那我觉得这个已经很重要。就是它声音，就算是中庸，就是 OK， 可是它只要品质稳定，哪怕你这台机子就是可能价格可能比一般市场上的再贵一点点，可是我觉得它给我的品质就是有到那个水准啊。就是雅马哈其实它还是一个，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是因为看所谓中庸，是对它喇叭的那种外形的偏见，因为雅马哈的确它喇叭是大部分大家看到可能是像那种贝多芬还是舒伯特剧院组那种，就是可能大家没有细心去了解，其实雅马哈也有很高阶的，对，就是 NS3200啊，就是什么大的书架式的对那种，其实监听级的那种音响展听真的很好听，可是那种就真的很贵了。是，就是也是有好的东西，就大家可能看到的确比较多那种什么剧院组，对，一套要打15万块那种，对，所以会觉得它比较中庸。我是觉得，其实从当然有些消费者会这么觉得，但我们实际上我们看到机器的，像这次的 AS1200，我觉得我这个重量真的是超级重，我没有看到 spec 是多重，但我自己搬我都觉得怎么那么重？它重量好像20几公斤有。对，有。我就觉得哇，那个，然后当然你说一个音响当然不是重量啦，又不是买石头还是买什么这样，但是就是它的确整体的那种做工、外观，假如说它的一些金属的那种边缘的处理，就是你会觉得，其实你拆开它的内壳啊，待会我们可能 key 个图片进去看一下，它里面有一个625V 的那个大的电容在里面，它一颗电容，看我手比就这么大颗，所以重是一样，是正长的。里面还有4只大的那个电容，就是大的那个叫什么水塘，我不知道叫什么电容啦，就是电容，对，它中间有一个这么大的这个变压器，环形的变压器，这么大一颗，那所以重也很正常，因为它里面都是金属啊。但是我觉得就现在这种设计是算少见的了，所以10万块以下，如果你说你要挑一台类比的，然后做得不错的，在8、9、10万这个区间，的确选择好像在台湾来讲没有那么多。那 AS1200的确算是可以考虑的一台机器。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它算是偏是我自己个人的首选。如果客人问我推荐，可能一台价位在10万块以下，那推力又不错，出来的声音品质不错，那我会推荐120。那它适合听，你自己觉得它适合听什么类型的音乐？你自己？我觉得看你打什么喇叭就是坦白说，我觉得看你打什么喇叭。那你应该这么讲，就是他可能会有观众朋友觉得说80瓦听那个古典音乐大编制的，反推搭高效率的喇叭就好了，行不行？这样子，你觉得他过不过关？我觉得我会给过你会给过，就是我会给他过关，因为我觉得我之前推比如说 Sopra 的 M1， 它那堆书架，我也是拿来听交响乐啊，就是协奏曲那一种，其实推出来的分离度是不错的，就是过关。当然你没有到真的说100分，可是我也给他个70分有。那你的标准可能是拿那种贵的比，对，就是你当然要往上比，可能他一定是输的啦。可是如果以一个10万块级距的喇叭去推一对可能 maybe 20-30万的书架来讲，我觉得他已经交足功课了交足功课，书架比较难推啦，其实。好啊，所以总结就是，如果你现在是要找一个不错的纯类比，因为我觉得。其实扩大器跟讯源是可以拆开买，因为像 DEC 就是有晶片的问题嘛，有新旧的问题，就是它就有点像电脑一样。那我的确也遇过蛮多客人，就会觉得说，他买 All-in-One 机器，但是他觉得那个串流 Streaming 或 DEC 的功能是会变得更新的，那他就会觉得好像他买这个机器用了5-6年会被淘汰一样。我觉得如果你要考虑雅马哈，无论3200、2200或是1200，比较偏向适合老派的人。我怎么这样说？因为我觉得它是纯类比的机器，你去接 CD 也好，去接黑胶也好，
这种的听感会比你用数位然后转类比，然后再进去再播出来的声音来的好听。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黑胶、喜欢 CD 机、喜欢纯类比的东西，买1200很棒。就如果你是想要听数位档的人，那你可能买 All-in-One 比较快，因为你还要再加一个 deck， 或是加一个前机给他去解码，然后再送给他。那我觉得这个意义就比较麻烦一些了。啊，就是如果你要追求方便的话，当然是 All-in-One， 就是贯彻你的整个的那个理念这样子。对，我觉得是这样。好啊，那其实这台雅马哈 AS1200， 我们大概从外观然后聊一下，然后聊它的面板的一些功能啦。那纯类比的机器其实功能板比较少，其实最主要还是在它整个做工感觉啊跟声音嘛。然后最后 Sam 就给大家做一个总结跟算是晚安嘛，这样，因为时间的确好像也蛮晚的啦，这样。好，对，好，我总结这一台机器，首先我觉得它很 luxury， 就是整个感觉算奢华，对，是一个很高档的设计。无论它的表头、它的用料、它的整个转盘啊、电源键啊，或是它的开关的触感，它给你的那种反馈不是那种廉价感。所以我觉得，光是这一点，我觉得这台机子蛮值得的。是，你看它的整个金属散热孔啊，它是用那个铝合金做的散热孔，然后再加上两侧，不用讲了，人家雅马哈最出名是什么？钢琴烤漆嘛，它用上它最厉害的钢琴烤漆来做，这绝对漂亮。真的是它旁边那个亮面真的做的非常好，要给大家特写的。对，这真的亮到一个不行，就是很漂亮。然后因为其实我有去问原厂啊，原厂是说这台机子是100%不是 OEM， 就是他们原厂的雅马哈的工厂在马来西亚生产的。那里面的零件都是从日本或是世界各地进口去，就是带到马来西亚去组装。那这台机子绝对就只有雅马哈那一间工厂就只有生产雅马哈的器材，所以它不是 OEM 的机子，那做工绝对是有品质的保证啊。所以我刚刚说它稳定度好，雅马哈机子稳定度好，绝大部分我觉得跟这个也有关系。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其实OEM 很流行嘛，其实很多大厂它也是用 OEM， 可是雅马哈就不是。对，我觉得这也是它的一个优点。再来，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认为最方便的点是，它可以用百外。当然不见得每一对喇叭都可以接百外，可是如果你恰巧你的喇叭是可以接百外的话，哇，它给你的那个听感是完全不一样。OK， 就是你用 single wire 去听一对喇叭，如果你的喇叭是有百外，你只用 single wire 去听，跟你用百外去听，整个声音的分离度、整个推力上也有差异性。所以我觉得10万块以下，客人问我首选的话，就是可能接近这个价位的话，我会推荐1200。OK， 好，那这次节目也就到这边啦，也谢谢 Sam 帮我们分享一下这台机器，就是我们现在都有实际的展示。那其实音响还是建议大家要来店听啦，因为其实录音有时候用手机听还是不太准这样子。但如果大家想听，没有问题，就在我们 YouTube 留言区底下留言，我们就找机会补录给大家听听这样。好 ，OK， 那这次我们也跟大家说个晚安这样子。好，谢谢大家，好，拜拜，拜拜。